我带着100万现金到山里收购蜂蜜，却在准备装车时遭蜂农集体涨价，之前谈好的价格全部反悔，更是扬言烂在桶里也不卖给我。庄老板，现在的行情是80一斤，但你给的收购价是30一斤，这是明抢啊！我一脸懵逼的看着这个脸生的年轻人，村长赶紧出面解释道：庄老板，这是陈婶的女婿张浩，他是个懂经济的大学生，今天他代表大家伙跟您谈。看着那些熟悉的蜂农都躲在张浩身后，眼神闪烁，我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谈合同都签了，价都定死了，还有什么好谈的？但我还是面露微笑。时间紧，咱们先装车，有什么话等装完车咱们坐下来慢慢聊。慢着！只见陈婶从人群里冲出来，张开双臂拦在蜜桶前。我看谁敢动我家的蜜。陈婶，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咱们是签了合同的，白纸黑字，今天交货，现金结款，您这是要毁约吗？合同。站在旁边的张浩突然嗤笑一声，别拿那一纸破文书来吓唬老实人，市场经济，一切都要按市场规律办事。随后他转身面向蜂农，大家说说，现在的蜂蜜多少钱一斤？网上都卖到80多了，还有的都卖到100了。只见一个蜂农拿出手机展示着价格截图，张浩戏谑的转头看向我，听见了吗，庄老板，你给的这个价格未免有点太不厚道了吧？虽然很气愤，但我还是耐心的和他解释道：张先生，账不是这么算的。第一，那是零售价，不是收购价。第二，做生意讲究契约精神。1个月前没人收蜜的时候，是我给的保底，那时候你们怎么不说市场经济？而且为了你们村的蜜能够更好的运输到外面。随后我指着脚下的路，这条路也是我花了20万修的，那些蜂箱是我送的。如果按市场经济，这些钱是不是得算在成本里？那是你自愿的，谁求着你修了？你自己愿意修，那就是你的沉没成本，跟我们蜜价有啥关系？我惊讶地看着陈婶，1个月前他还是个只会说谢谢老板的朴实农妇，现在竟然能从嘴里蹦出沉没成本这种经济学术语。随后我冷冷地看向张浩，沉没成本这词儿是你教的吧？我只是帮乡亲们普及点基础知识，免得背不良肩上坑了还帮着数钱。庄老板，你也别拿修路说事儿，那路修好了，您车进出不也方便吗？说白了还是为您自己服务的，不用废话了。这蜜药还是30块钱，您1斤也别想拿走，要想装车就得按现在的行情来。你想多少？看在您修路的份上，我们也不要80。张浩伸出一个巴掌，在我面前晃了晃。50，少1分都不行。50，现在国标的1级蜜收购均价才35到38，你们张嘴就要50，你们这是敲诈。随您怎么说，反正蜜在我们需要手里。您这15辆大卡车空车回去，少说也得亏个几万块，再加上违约金、货不对，您这合同本身就显示公平，打官司我们也未必输。他凑近我，压低声音：庄老板，这瓶蜜拿回去包装一下，卖个120，轻轻松松的，分给我们这点汤喝，不过分吧？做人别太毒，否则容易噎死。我看着张浩那张写满算计的脸，又看向李德贵。李村长，你也是这个意思啊？庄老板，大家都不容易，而且行情也确实涨了，您就当发发善心，50块对您来说不就是少赚点的事儿吗？少赚点？我原本还准备了38元的价格，那是我对韩朝的体恤，是我的诚意。但现在面对这群把我的善意当成软弱，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的刁民，我的诚意简直就是为了白眼狼。我越想越激动，但我还是忍住了。我是个商人，我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情绪账。现在翻脸，这批极品蜜确实可惜。于是我深吸一口气，从西装口袋里掏出那份合同。50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我考虑到大家确实受韩朝影响，心态有波动，我可以退一步。张浩眼睛一亮，以为我怂了。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38元，这是我现在能给出的最高价。这多出来的8块钱，算是我庄某人交个朋友。现在装车，现金结款。在当时的市场上，这绝对是顶格收购价。我以为这已经是给足了台阶，只要他们稍微有点脑子，就该顺坡下。然而，我低估了人性的贪婪。38，大发叫花子呢？张浩都说了，这蜜值80，你给我们38，心也太黑了。庄老板，您这是把我们当猴耍呢？50，1分不能少。您要是没诚意，那就请回吧。这蜜我们自己留着直播卖，到时候卖100，您可别眼红。对，我们自己卖。黑心商人，滚出蜂农村！蜂农们被煽动的情绪高涨，甚至有人开始推搡我的司机。我看着这群面目狰狞的人，突然觉得后备箱里的现金是那么的可笑。曾经因为山路难走，当地的蜂蜜年年滞销，甚至最多卖到15元一斤。在我得知情况后，不仅自掏腰包修路，还给出30元一斤的高价，并答应不管是一等一还是稍微次一点的，我都按这个价统收。考虑到蜂蜜的运输损耗和保鲜问题，我专门订购了一批食品级的高密度聚乙系统，还定做了几百个带温控监测的新式蜂箱，提前运到了村里送给他们。不料全国遭遇了罕见的倒春寒是秋寒潮，北方的蜜源基地大面积霜冻，南方的几个主要产蜜区也因为连续阴雨，产量腰斩。但是因为蜂农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它处在2山加1沟的小气候带，四面环山挡住了寒流，蜜源植物不仅没受冻，反而因为雨水少，花蜜浓度更高。此时市场价格已经涨到35元一斤，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提价。我让财务按38元一斤准备了现金。庄总，合同不是30吗？现在这一涨，咱们少赚好几十万啊！眼光放长远点，这叫千金买股，让他们知道跟着庄总干不吃亏。本以为真心可以换真情，看来终究是我自负了。好，那你们就自己卖吧。我点了点头，将手里的合同慢慢折起来，
放回口袋，转身面对所有司机，脸上没有了愤怒，只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平静。全体都有，上车，掉头，回城。老赵愣了一下，手里的对讲机差点没拿稳。庄老板真走了，这可是15辆车，油钱都烧了不少，要不再谈谈，给个40，这米确实是好东西，拉回去就能变现的。不谈了，老张，你记住，做生意亏钱可以赚回来，但要是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还得赔笑脸，那这辈子都直不起腰。执行命令。是，全体都有，收车回城。这一幕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们原本以为我会求饶，会讨价还价，会像个被拿捏住7寸的蛇一样，最终不得不答应那个50元的荒唐价格。毕竟谁舍得把修路的几10万打了水漂？张浩随即恼羞成怒地冲上来，指着我的鼻子：“庄必凡，你敢走？你今天要是走了，以后跪着求我们都不卖给你。”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像看一只跳梁小丑一样看着他。各位乡亲，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到底是我不仁，还是你们不义？老天爷看着呢。少拿老天爷吓唬人，我们这是维护自己的权益，是你心太黑。好，既然你们觉得直播能卖100，那我祝你们发大财。这泼天的富贵，我庄某人福宝接不住，留给你们自己享用吧。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坐上了车。车队消失在山口的那一刻，丰农村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欢呼声。我前脚刚走，张浩后脚就跳上了村委的大磨盘。乡亲们，看见没有？这就是资本家的纸老虎，他心虚了，因为他知道赚不到我们的血汗钱了。我们赢了，耗子真行啊，连大老板都被你骂跑了。就是咱们这密这么好，还愁卖？听耗子的，咱们搞直播卖80，对，卖100。那天中午，丰农村像是过年一样，他们沉浸在战胜资本的狂欢中，却不知道他们亲手斩断的是连接这个封闭山村与现代商业文明唯一的期待。他们以为赶走的是一只吸血的狼，殊不知他们赶走的是唯一肯在暴雪天给他们送炭的人。回到公司后，我让财务总监将那100万现金重新存回了银行。老板，修路那20万，还有垫付的冷链定金、封箱钱，加起来快40万了，这窟窿怎么填？就当学费了。另外，通知法务部准备起诉丰农村全体签约农户违约，虽然钱大概率要不回来，但我要让他们在征信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明白。那蜂蜜缺口怎么办？去联系云南那边的基地，虽然价格高点，但量大管够，钱少赚点没关系，信誉不能丢。安排完工作，我打开了手机，看到张浩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注册了一个账号，叫丰农浩哥，里面更新了一条视频：大学生回乡创业，带你品尝深山里的纯正味道，拒绝中间商赚差价。第1场直播就在今天晚上。我点进直播间的时候，里面已经有200-300人了。只见他站在陈婶家的院子，身后堆满了那几10个我送去的蓝色大头，灯光昏暗，画质模糊。张浩穿着那身不合身的西装，正对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喊麦：“家人们，看到没有？这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山土蜂蜜。今天浩哥给家人们送福利，不要998，也不要198，只要88元1斤，包邮送到家。”他手里拿着一个我原本定做来用于取样的勺子，舀起一勺蜂蜜，在镜头前展示那拉丝的效果。看看这成色，看看这挂壁，懂货的兄弟们把想吃打在公屏上。陈婶和几个大妈在后面充当背景板，笑得一脸僵硬，手里举着不知从哪找来的硬质板，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纯天然。我看了一眼评论区，80吧，这么贵，超市里才卖40。楼上的懂不懂？这是土蜂蜜，超市那是糖水。主播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吗？有 SC 标吗？发什么快递？包装怎么样？咱们是农产品自产自销，国家支持的，不需要那些乱七八糟的证，并且全国包邮，保证安全。看到这，我关掉了直播，冷笑了一声，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以为直播卖货就是对着手机喊2句，然后等着收钱，但他们不知道，在没有品牌背书的情况下，信任成本有多高。他们更不知道，蜂蜜这种流体货物，快递运输的破损率有多恐怖。如果不用专业的防震器柱和定制泡沫箱，寄出去食品能碎5瓶。最致命的是，他们没有食品生产许可。小规模自产自销虽然在某些政策下被允许，但一旦上了平台，被职业打假人盯上，那就是灭顶之灾。而且张浩定了个88元的价格，在这个价格区间，消费者对包装、服务、物流的要求是极高的。他们拿着最原始的塑料瓶子，想卖出奢侈品的价格，简直是痴人说梦。果不其然，问题很快就来了。直播第1天，靠着大学生回乡的噱头和朋友圈的杀熟，他们确实卖出去了几百单。陈婶他们乐坏了，连夜用矿泉水瓶子、老干妈罐子分装蜂蜜，然后用报纸随便一捂，塞进纸箱子里寄了出去。光快递费一单就去了12块。张浩当初承诺的利润翻倍，在扣除快递费、包装费之后，缩水了不少。但不管怎么说，按88元卖，到手还有70多，比我的38元还是高得多。蜂农们干劲十足，甚至开始嘲笑我。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第一批货送到了客户手里，灾难开始了。耗子，咋回事啊？这手机一直响个不停，都是骂人的。张浩正躺在炕上做着发财梦，不耐烦地接过手机一看，脸色瞬间白了，全是退款申请和差评。有客户投诉包装差，蜂蜜泄漏，有客户质疑蜂蜜品质，还有客户要举报。张浩手忙脚乱地解释：亲，那是运输意外，亲，土蜂蜜就是带酸味的。但没人听他解释，平台介入了，因为投诉率过高，且无法提供完善的食品流通资质，张浩的丰农浩哥账号被直接封禁，保证金被冻结。更可怕的是，那些收到了破损快递的客户，不仅要求退款，还要求赔偿弄脏的衣物和地板。仅仅1周时间，卖出去的300多单，退货率高达90%，剩下的10%也是因为客户嫌麻烦没退，但直接给了差评。陈婶看着
着满屋子被退回来的黏糊糊的包裹，还有手机上那个红色的账户冻结提示，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了起来。我的天爷啊，这可咋整啊？快递费都搭进去好几千了，1分钱没见着，还得赔钱。这不对啊，网上不是这么教的。只见张浩缩在墙角，满头大汗，再也没了当初站在磨盘上挥斥方遒的威风。最糟糕的是，因为他们用不卫生的容器分装，加上那段时间气温回升，原本那些优质的蜂蜜，因为没有专业的密封和杀菌处理，开始在塑料桶里悄悄地发酵了。空气中那股原本甜润的花香，开始夹杂着一丝酸腐的酒味。直播账号被封，就像是一盆冰水，彻底浇灭了蜂农村那一团虚火。在村委大院里，面对一群手里拿着退货快递单，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蜂农，张浩还在死鸭子嘴硬。大家别慌，平台封号那是嫉妒咱们流量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们不搞直播了，直接找其他收购商。咱们这可是顶级土蜂蜜，只要放出蜂雀，有的是老板抢着要。耗子靠谱吗？这快递费咱们可贴进去好几千了，再折腾不起啊！叔，您放心，我这就联系。张浩掏出手机，当着全村人的面开始拨打他网上搜来的那些农产品收购公司的电话。但他不知道的是，早在离开丰农村的第2天，我就在省里的农产品行业协会群里客观地陈述了在丰农村发生的事情。做供应链的最怕的就是供货方不诚信。于是张浩的电话打出去，所有人反应出奇的一致。喂，是王总吗？我这有一批丰农村顶级土蜂蜜。丰农村李德贵的那个村？对，您知道啊？那太好啊！是庄老板没接的那批货吧？你们胆子挺肥啊，连庄老板的鸽子都敢放。我可不想惹一身骚，我还想跟庄老板合作呢。张浩的脸色变了变，抢笑着对丰农说换一家。刘经理，大量收购蜂蜜是吧？我们这有3万斤，价格多少？本来市场价80，给您个优惠60。60？你是还没睡醒吧？庄老板店你们38你们不卖，现在找我当接盘侠，我这最多出20，爱卖不卖。20，你怎么不去抢？那你们留着自己喝吧。张浩一连打了10几个电话，要么是直接挂断，要么是一听丰农村3个字就冷嘲热讽，甚至还有人直接骂他们是刁民。最绝的是一个专门收次等蜜做饲料添加剂的老板，他在电话里大声笑着说：听说你们把庄老板气跑了，干得漂亮，不过你们那蜜现在名声臭了，我收可以，10块钱1斤，我不嫌弃你们没信用，反正我是做猪饲料的。张浩急忙挂断了电话，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村委大院。耗子，这就是你说的抢着要？抢着要个屁！你个败家玩意儿，你是要把全村人都害死啊？叔，这不怪我啊，是那个庄必凡，肯定是他搞的鬼，他在封杀我们。人家庄老板给38你不卖，非要卖80，现在好了，人家给10块，还我的快递费，我家贴了500块运费，1分钱没见着。对，赔钱。还有我家那2桶米，为了分装都倒腾坏了。蜂农们瞬间失控，曾经被捧上神坛的大学生，此刻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张浩被推搡得东倒西歪，原本油亮的头发乱成了鸡窝，那身西装也被扯掉了扣子。我在办公室里听着线人发来的这段语音，冷冷地勾起嘴角。这就叫自绝后路。商业社会有商业社会的规则，当你为了眼前的小利破坏规则时，规则也会毫不留情地碾碎你。我不需要刻意封杀，我只需要陈述事实，他们就会被这个讲究信用的体系自动排除体外。但这还不是蜂农们最绝望的，如果仅仅是卖不出去，大不了便宜点处理，或者留着慢慢吃。但老天爷似乎觉得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接下来的几天，山里的气温突然诡异的回升，中午的时候甚至能达到20多度。对于蜂蜜来说，这是致命的。这批蜜虽然品质好，但因为直播时他们把密封大桶的蜂蜜反复咬进远处展示，为了分装发货时他们用了没消毒的分装工具，而且为了分装方便，他们没有用我送给他们的专业密封盖，而是随便盖了一层塑料布。这天，陈婶刚一进院子，他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不是花香，而是一股酸溜溜的带着酒糟味的气息。他急忙跑过去揭开一个大桶的塑料布，原本如琥珀般平静透亮的蜂蜜表面，此刻竟然冒着细密的白色气泡，还在不断的咕嘟咕嘟往上涌，一股浓烈的酸味扑面而来，熏得他差点跟头栽进去。当家的快来啊！很快全村都乱套了，不光是陈婶家，几乎家家户户的蜜都出现了问题。蜂农们纷纷哭喊着，看着自家起沫子变酸水的蜂蜜，手足无措。李德贵看着自家院子里那几个鼓胀得像气球一样的塑料袋，整个人瘫软在地上。他抓起一把发酵的蜂蜜塞进嘴里，瞬间吐了出来。完了，全完了，蜂蜜发酵了。现在别说38，就是倒贴钱请人拉走，人家都嫌占地方。原本的3万斤液体黄金，现在变成了3万斤需要处理的液体垃圾了。就在全村人对着一院子的酸水呼天抢地的时候，张浩背着个包，正准备悄悄溜出村。他这几天一直躲在丈母娘家不敢出门，眼看蜜坏了，他知道再不走可能会被打死，但他很快就被盯着他的蜂农们堵在了村口。想带着你那套破市场营销理论逃跑，门都没有，给我们把这酸水卖出去，卖不出去，你今天别想出这个村。各位叔叔大伯，这是自然灾害，不可抗力啊！我也没想到天会热啊，我也没想到蜜会坏啊，没想到庄老板来的时候带了冷链车，是你把人家骂走的。庄老板
板送了蜜蜂桶，是你让我们打开搞直播的，你赔我的钱，赔我的蜜。我瞎了眼，信了你的鬼话，那是6万块钱啊，那是给娃读书的钱啊，现在全变成了酸水，你还我钱！李德贵站在人群外，看着这场闹剧，手里那根旱烟杆已经被他硬生生折断了。他看着满地的狼藉，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那天我离开时的眼神，那不是愤怒，那是怜悯。作孽啊！当初庄老板给38，我咋就鬼迷心窍嫌少呢？那可是送到手边的钱啊！现在钱没了，路断了，名声臭了，连亲戚情分都撕破了。哎，此刻整个丰农村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酸腐味，那是蜂蜜发酵的味道，也是贪婪腐烂的味道。而在100公里外的城市里，我正坐在高档餐厅里，对面坐着云南来的新合作伙伴。钟老板，这次多亏您信任，这么大的单子交给我们，诚信是金，只要货好人真，价格不是问题。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线人发来的视频。视频里，丰农村的蜂农们正围着那堆发酵的蜂蜜桶互相指责，哭声一片。我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划过，关掉了屏幕。怎么了，钟老板？没什么，看了一出并不好笑的滑稽戏。然而，剧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人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想起曾经被自己踩在脚底下的那条路。我知道他们快来了。这天，我刚开完晨会，正准备回办公室处理文件，前台小李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庄老板，楼下闹起来了。闹事？保安呢？保安拦不住，人太多了，20多号人拉着横幅，还有人跪在门口哭，说是您的乡亲来给您赔罪的。我走到落地窗前，向下俯瞰公司大楼的广场上，一群衣着土气、缩头缩脑的人正挤在旋转门外。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张浩，此刻被2个人架着耷拉着脑袋。陈婶跪在最前面，正在对着保安磕头。那条横幅上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红字，向庄老板负荆请罪，求庄老板救救丰农村。我冷笑出声，哈，多么讽刺！1个月前，他们在村口骂我是吸血鬼、黑心商，扬言让我滚出丰农村，现在他们却跑了几百公里，跪在我公司楼下，求我当那个救世主。老板，要报警吗？不用，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晾他们1个小时。这1个小时，对于楼下那群人来说，恐怕比1个世纪还漫长。保安队长上来向我汇报情况。那个陈婶哭晕过去2次，李德贵一直在抽自己耳光，而那个叫张浩的被愤怒的蜂农逼着跪在最前面，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显然来之前没少挨揍。随后我带着秘书和几个高管缓缓走出了大楼，他们带来的几个密封桶，因为密封不严，在颠簸的路上漏了气，那股发酵的酸腐味弥漫在 CBD 光鲜亮丽的广场上，引得路过的白领们纷纷眼鼻侧目，像看瘟神一样躲着他们。那原本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液体黄金，现在成了让他们抬不起头的耻辱印记。看到我出现，原本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了1秒，紧接着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庄老板啊，您可算出来了！庄老板，我们错了，我们不是人啊！庄老板，您救救我们吧，这1年的活路全指望您了。庄老板，婶子给您磕头了，之前是被猪油蒙了心，听了张浩的挑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命您收了吧，求您了。陈婶一咕噜爬起来，想要冲过来抱我的腿，被2名身材魁梧的保安死死拦住。他一边哭一边把额头磕在花岗岩地板上，砰砰作响。李德贵颤颤巍巍地走上前，手里捧着一份皱巴巴的沾着泥土的合同，正是当初被他们视作废纸的那一份。庄老板，我们想按合同办事，30块，不用30、20就行，只要您把蜜拉走，给乡亲们留口饭吃。那个张浩此时缩在人群最后，像只受惊的鹌鹑，再也没了当初指点江山的锐气。我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他们的脸被寒风吹得通红，眼神里充满了卑微、恐惧和祈求。这和1个月前那一张张贪婪、狰狞、嚣张的脸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但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张浩那句穷鬼才卖30，记得陈婶那句合同不算数，记得李德贵那句大家都不容易。李村长，这时候想起合同了。当初我带车去的时候，你们不是说那是废纸吗？李德贵的老脸涨成了猪肝色，举着合同的手僵在半空，进退两难。庄老板，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都是这个张浩害的，是他骗我们说能卖80，是他P图造谣。庄老板，我们把他也带来了，愿您处置，只要您肯收密。庄老板，我错了，我不懂事，我是法盲，你饶了我吧。张浩趴在地上，浑身发抖，带着哭腔求饶。看着这场闹剧，我只觉得厌恶。行了，别演了，你们恨张浩，不是因为他骗了你们，而是因为他没带你们赚到钱。如果那天真的卖了80，你们现在还会踹他吗？你们只会把他捧上天，然后一起嘲笑我庄必凡是个傻子。人群瞬间死寂，被戳穿心事的蜂农们面面相觑，羞愧地低下了头。我缓缓走下台阶，来到陈婶带来的那桶蜂蜜前。那蓝色的塑料桶还是我花钱买的，桶身脏兮兮的，盖子边缘渗出黏糊糊的液体。我伸出手，还没揭开盖子，那股刺鼻的酸味就已经直冲脑门。这就是你们带来的诚意，闻到了吗？这是醋，不是蜜。庄老板，虽然有点味儿，但还能吃，稍微加工一下。加工？我是做高端食品的，不是收垃圾的。这些蜜酵母菌超标几万倍，倒进下水道都嫌污染环境，你们让我收？我们可以降价10块，给10块就行，够个辛苦钱。村长，你还没听懂吗？这不是钱的问题。当初我修路花了20万，我送蜂箱花了10几万，我带着100万现金和车队进村，给你们38元的高价，那是我的诚意，是我的信任。但你们把我的信任扔在地上踩，还吐了2口唾沫。现在信任碎了，拼不回来了。别说这蜜坏了，就是它是天上的琼浆玉液，我也不会要，因为你们丰农村这3个字，在我这里，在整个农产品行业里，
已经臭了。庄老板不能见死不救啊！那路是您修的，您不能不管我们啊！对，路是我修的，我修那条路原本是想让财神爷进村带你们致富，但我没想到路修好了，财神爷没进去，反倒把你们心里的贪婪魔鬼给放出来了。那条路就留着给你们自己走吧，能不能走出来，看你们自己的造化。说完，我不再看他们一眼，转身走向大楼，身后传来一片凄厉的哀嚎声。保安们筑起人墙，将他们死死挡在外面。我不为所动，脚步没有一丝停顿。我知道这一刻我很冷血，但我更知道对失信者的仁慈就是对守信者的残忍。回到办公室，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他们如丧家之犬一般，带着满车的酸臭和悔恨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桌上放着一杯刚泡好的蜂蜜水，那是云南基地送来的新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很甜，这就是契约的味道。而丰农村的那群人注定只能在余生里咽下自己亲手酿造的苦果，那滋味比砒霜还毒，比黄连还苦。